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。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包子、馒头、油条等，向来是早餐店里的香饽饽。粉丝也是不少人外卖的首选，餐桌上的常客。而牛奶作为补钙的佳品，每天一袋更是很多人的标配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些食物中竟然含有一种会使人变笨的物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种神秘物质竟会让人悄悄变笨。36岁的小龙近1年来总是感觉头疼，记忆力下降了很多，但他却一直没怎么重视。直到某天晚上，小龙突然发病迷路，彻夜未归，家人才送他到医院检查，结果被确诊为老年痴呆。大部分人可能会惊讶，老年痴呆不是老年病吗？小龙这么年轻怎么会得呢？医生推测这很可能是小龙吃错了10几年的早餐有关。原来小龙过去10几年每天的早餐几乎都是油条，而街边贩卖的油条中多数都含有上面所说的会使人变笨的物质铝。铝与铁、铜、锌等矿物质不一样，铝并不属于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。当大量的铝摄入人体来不及排出时，它就会与多种蛋白质酶结合，对神经系统、心血管、肝肾、骨骼等多个器官组织造成伤害，尤其是脑组织。因此铝元素具有一定的亲和性，所以过量的铝更容易沉积在大脑中，对脑神经细胞产生毒性作用，引起行为迟钝、智力下降、记忆力衰退等症状。体内过多的铝元素是导致老年痴呆的元凶之一。有关医院检测结果也发现，老年性痴呆患者脑组织中的铝含量比正常人多出5到30倍。你每天在吃的食物可能暗藏危机。早在1989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就把铝列为食品污染源之一，建议每人每日铝元素的摄入量控制在4毫克以下。那通常会用到铝添加剂的食物有哪些呢？1. 油条。前面也说过，街边小贩所贩卖的油条很多都会用到含铝添加剂明汞，一来让油条变得膨大，看上去美观，看着能让其更有韧劲，口感更好。刚出锅的油条身形十分大，当你买回家后发现它瘦了一圈，咬起来还发硬粘牙，韧性特别大，那很可能就是添加铝蓬松剂。另外，大家还可以把刚炸好的油条放在盘子边敲一敲，没有添加含铝蓬松剂的油条发出来的声音一般是闷闷的声音，不大，而添加有的通常会发出很大的声音。2. 粉丝。粉丝的原材料是淀粉。一般来说，因为绿豆粉丝中直链淀粉含量较高，它的韧性相对就会比较好一些。而玉米淀粉、红薯淀粉等制作而成的粉丝，因为直链淀粉较低，所以韧性也比较差，很容易折断。为了增加粉丝的韧性，有些商家便会在其中添加含有铝添加剂，用热水将粉丝烫一下，烫过之后变得比较软，比较好嚼的，其中的铝含量通常比较低。3. 包子、馒头。有些不良商家在制作包子、馒头时会使用含铝泡打粉，这样可以大大缩短面团的发面速度，节约时间和人本成力，蒸出来的馒头、包子卖相也更好看。老面馒头捏扁松手后会快速恢复原状，而使用含铝泡打粉等添加剂的馒头、包子用手捏扁后一般不易还原。此外，含有铝添加剂的馒头
掰开后可以发现气孔细小且均匀，而普通的馒头气孔却没有那么均匀好看。4. 牛奶。牛奶中并不含铝，不过一些牛奶的包装中是含有铝箔的。通常情况下，喝牛奶并不会危害健康，因为铝箔和牛奶之间还有成塑料薄膜，能够防止铝元素渗入到牛奶中。但如果带着牛奶包装加热到115度以上，那不仅可能会造成铝元素渗透，没可能会导致起火爆炸，安全隐患非常多。建议如果想喝热牛奶，可以把它放在80度左右的温开水中浸泡5到10分钟左右，切忌用微波炉直接加热盒装或袋装的牛奶。除了这几样之外，一些薯片、虾条等的膨化食品中也可能使用含铝添加剂，大家在购买时需要仔细查看产品包装上的食品标签进行甄别。3. 使用铝锅也要小心，铝制炊具表面有层致癌的氧化膜，通常情况下是稳定安全的，而且它导热速度比铁锅快，质量也比较轻便，不少家庭都喜欢用。但如果铝锅使用不当，比如经常有铁丝球、铁锅铲刮擦铝锅表面，若是长期使用铝锅烹饪或盛放酸性食物，也可能导致铝元素析出，并随着食物进入人体中。建议铝锅能少用尽量少用，一定要用就要选择阳极电镀铝锅，它的抗刮伤性及粘性较好，相对安全一些。平时避免用铝锅盛放酸梅汤、番茄汤等酸性物质，以降低铝析出的风险。4. 每天补点它，降低体内铝含量。维生素 C 能与铝元素发生反应，促进其排出体外，从而减少铝元素给人体带来的伤害，能够降低老年痴呆的发生风险。新鲜的蔬菜、水果是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，特别是大枣、猕猴桃、山楂、青椒、大蒜、叶绿菜等，维生素 C 的含量是很丰富的，大家可以适当多吃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维生素 C 属于水溶性维生素，在进入人体后2到3小时内会被排泄掉，所以比起一次性摄入大量不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一天分多次使用补充效果会更好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